最近，印度陆军给中印边境处的士兵采购了一批喷气背包，让他们能够化身空中飞人，从3600米的高空对解放军发起打击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众所周知，隔壁的印度军队不仅是做事奇葩，想法也非常的奇葩。前有摩托车表演大队，现在又来了个印度空中飞人。据悉，印度陆军最近发布了一份紧急招标书，要求采购48套喷气背包，而采购它们的用途也只有一个，为了对付解放军。印度陆军打算将这些喷气背包装备到中印边境处的印军士兵身上，让他们可以变成和钢铁侠一样的空中飞人，从而加强边防部队在边境处的巡逻、监视以及作战能力。由于此次印度陆军发布的是紧急招标，并且数量也只有48套，因此可以判定这并不是大规模装备给印度边防部队的。对于有着数万人存在的印军边防部队来说，这48套喷气背包肯定要装备给最为精锐的特种部队。既然是装备给这些特种部队的精锐，那这些背包能够发挥出的战斗力也有限，更多是进行一些单兵任务，比如说侦察巡逻和监视任务。想要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话，几乎不可能。目前，印度陆军已经在测试中标的技术产品，正在测试中的喷气背包来自于英国重力工艺公司，并且这款背包里面还有着70%的印度国产化技术。在前不久的印度航展上还展示过这款喷气背包，可以说是又一款印度的国产神器。这款喷气背包的设计十分简单，由一个背上的背负式主喷气发动机和2个双臂上的辅助喷气发动机组成。虽然从外表上来看设计十分简单，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十分高。使用者不但要承担背上的背负式主喷气式发动机，还要有足够大的臂力，能够操控双臂上的辅助喷气式发动机。只有这样，使用者才能操控喷气背包进行安全飞行。如果说使用者的臂力不够大，飞行技能不过关的话，那么可能会发生空中坠落或者失控的事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使用者在空中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，更没法像战机失事那样弹射跳伞。更重要的一点，由于这种喷气背包的设计简单化了，这就意味着它的功率被缩小了很多，因此有效载荷十分小。根据这款喷气背包公布出的数据来看，此款喷气背包所有发动机加起来的最大推力为144千克，而喷气背包的自重就有50千克。这意味着背包只能携带94千克的重量，而这是这个喷气背包的极限性能。为了安全考虑，一般情况下是90%的重量，这意味着使用者自身的体重加携带的装备不能超过85千克。而在中印边境地区，由于高原环境十分寒冷，士兵在穿上一些防寒装备之后，再用这款背包，就连自动步枪都无法携带了。如此一来，获得了这套喷气背包的印军士兵，不但不能携带任何的武器弹药，而且还得专门挑选小个瘦子来用。唯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空中侦察了。想要神兵天降突袭解放军，印度士兵的双拳还没练到可以手撕狼牙棒。所以说，这种化身空中飞人作战的方式真的有用吗？有这闲工夫了，那还不如弄上几套无人机。无人机又不用带人上天，并且现在的无人机侦察打击样样精通，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环境，这不比带人上天方便得多？或者说，印军是想单纯的打造一支空中飞人部队，通过这种上天的方式来对解放军形成威慑，用来执行一些侦察任务。但是这款背包在中印边境处能够发挥出的性能并不是很多。在进行这款背包的性能展示时，给出的数据都是在低海拔地区。测试结果显示，它能够在低海拔地区飞行8分钟，最大升限能够达到3658米。而在高海拔地区，由于空气含量减少，这会让喷气式发动机的燃烧不充分，耗油率也会大幅度上升。这样的话，
喷气背包的飞行时间将会缩减一大半，预计仅为4至6分钟。同时，在低海拔地区的3658米升限也并不适用在边境高原上。中印边境处有不少地区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米。不过也不能说这款背包是毫无用处，至少印度士兵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在边境处的解放军还真打不到他们。为了对付一个空中飞人，我们总不能出动战机或者是导弹进行打击吧？相比较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任务，这种背个包几十个人螺旋升天的场面确实是比较壮观。希望印军使用这款背包时别发挥自己坠机的传统特色，不然到时候解放军正在边境巡逻呢，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印军士兵，还得费劲儿的给人抢救呢。要是救不活，保不齐印军还得碰瓷儿赖上咱们。